巴拉什半决赛开打了，小智的对手是竹南，这次要打整整3集，一起来看看第1集小智的表现吧。在后场区，小智拿着维嘎石、贼结晶和急救万代，后面6只都是女徒弟收服了包梦，眼神坚毅，看上去已经做好了大战的准备。另一边，竹南就比较淡定，他遇到了刚落败的卡罗莱，卡罗莱表示单店不败传说就交给你来打破了。竹南客套说了几句后，表达无论胜败，这场打完就要隐退了，这让卡罗莱很是诧异。镜头一转来到大部后院，大部是小健、妈妈花子还有老宠齐聚一堂观看小智比赛。此时比赛即将开始，竹南和小智缓缓入场。介绍完规则后，双方派出宝梦。小智第1只是款龙，竹南第1只是花岩怪。动画中花岩怪的地位极高，每次路边出场都要让主角团陷入困境，而竹南这只肯定也不例外。小智不敢怠慢，立刻让快龙使出大招龙心拳，但是花岩怪使出突袭招式打断快龙动作。不过快龙血厚着呢，立马起身再次释放龙心拳，但是花岩怪似乎没有受什么伤。小智见远程技能不起作用，就让快龙使用龙爪近战，这正中了竹南的下怀。花岩怪使用催眠术将快龙搞睡着，然后使用石梦给快龙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给自己回血。反观快龙一直没有醒来的迹象，被花岩怪持续3次石梦击败。可怜快龙前期无败绩，到后期屡屡炮灰。后面的包梦看见小智手战不利，有些沮丧，可能在想我上我也行，为啥不带我？小智第2只拿出了耿鬼，而竹南收回了满血花岩怪，派出了罗斯雷朵。属性上耿鬼优势一些，罗斯雷朵是打不动耿鬼的。双方使用技能对搏几个回合不分胜负，竹南见不占优势就收回罗斯雷朵，而小智让耿鬼留场对付花岩怪。耿鬼有一手魔法闪耀克制花岩怪，而花岩怪本身鬼系恶系也能克制耿鬼。花岩怪使用突袭，耿鬼打出魔法闪耀，都对对方造成巨大的伤害。小智见这招有效就故技重施，确实魔法闪耀又击中花岩怪，但耿鬼也在吃到突袭，花岩怪仍然能作战，可惜耿鬼倒下了。小智显然忘记了对搏前比较双方耐久，花岩怪双防很高，而耿鬼是个脆皮呀。见小智又丢了一个人头，后面宝梦更加难受，老彭也失望的低下了头，啥后辈啊，不如换我上。小智有点急眼了，第3只让皮神出场，竹南拿出波克基斯，属性上还是小智占优势，但是波克基斯行动十分敏捷，躲开皮卡丘10万伏特，然后使出空间斩把皮卡丘打伤。因为波克基斯的特性，皮神畏缩了，又直接中了大招一点头锤。然而打残皮卡丘后，竹南竟又收回了波克基斯，换上属性占据绝对优势的海兔兽。但是海兔兽表现不佳，使用大地之力和剑士攻击，反倒被皮卡丘利用。皮卡丘用铁尾将岩石反弹，给予海兔兽压力后，一发电闪将其打倒。真不愧是另一属性大师。竹南发现自己还是小看皮神，又拿出花岩怪，面对花岩怪使出催眠术，皮神拿出了低冰箱招的反全员防护罩，挡住催眠术后，还对其造成不小的伤害。接着皮神大显神威，使用电网封住了花岩怪的突袭，但就在皮神一发铁尾结束战斗之时，转让花岩怪使用压箱底的最后技能同命。花岩怪是被打倒了，但是同命的效果影响皮卡丘，强制带走皮神。卡莱杜说皮卡丘作为小智王牌，这绝对损失很大，这样就无法使用贼招式7万伏特了。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竹南掉了2个人头，而小智这边失去包括皮神在内的3员大将，十分不利。那么小智如何逆转，就要留在下周和下下周揭晓了。你觉得这集怎么样呢？我觉得在皮神使出反旋防护罩的时候，这集就给我的观感不错啦。